好，有冇搞錯？今日都有幾重要嘅新聞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關於呢個習近平啊，我哋呢個國家主席習總書記。有消息話佢病咗，病得好重，去咗呢個301醫院。而家情形點樣呢？其實冇人知嘅嚇，冇人知。但係我哋講下發生乜嘢，傳説中有咩問題，同大家傾下。因為當然大家都知啦，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咧，中國一定會發生好鬼巨大嘅變化啊！當然呢個主要咧就係傳説當中咧係8月14號夜晚黑嗰時咧。就係話習近平急病，當然就入咗呢個301醫院啦，就係話佢送咗去醫院。呢一條消息咧，其實係呢個胡力任先生。胡力任咧就係上海嘅一個企業家。佢之前我哋有採訪佢啊，佢而家喺佢以前係上海人啦，係即係上海一個經營公司嘅一個人啦。因為佢喺上海好多關係，所以佢就私人整咗一個調查嘅團隊，調查呢個李克強嘅死因。因為佢呢樣嘢呢，所以佢就識得好多上海嘅醫療專家同埋一啲醫院嘅一啲人啦。具體嘅嘢我哋就唔使講咁詳細嚇。胡力任先生咧就講而家咧就係8月15號嘅凌晨就係有3個上海嘅頂級嘅醫療專家緊急被北京咧就招入北京，目的地就係301醫院，而且嘅任務就係一個極其敏感身份、極為敏感嘅一個人物，去呢個成立一個團隊去治療呢個團隊。當然即係大家一諗咧，就而家喺北京嘅身份極為敏感嘅人，可能就得幾個啦。其中一個就係講呢個習近平嘅問題所以佢話呢幾個專家咧，全部都係腦、心臟同埋一個係即係叫肝腎方面嘅一啲專家。因為其實一路以嚟傳出嚟嘅問題習近平嘅問題就係有幾樣嘢。第一係肝同埋腎嘅問題，因為佢以前後生嗰時年青嗰時飲酒飲得太多，飲好多酒當然就即係呢個可能會即係肝方面有問題，另外都係腎有問題。因為之前咧有啲觀察人就話佢出嚟行路有問題，即係腿個兩條腿咧係行路行唔到，即係企唔到身嘅，即係冇力呢個係好明顯咧，其實係腎方面可能有問題嘅。當然呢個都係猜測另外就係心臟嘅問題，另外就係腦嘅問題。腦咧係腦萎縮，就係有呢個帕金森症即係老人症啦。當然呢個咧係唔係一個咁樣即係空穴來風嘅，因為佢屋企佢老豆都有同樣嘅問題，所以大家就估啦，佢有呢個問題。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點講係一個傳出嚟嘅消息另外有一個旁證，呢個旁證咧就係北京呢幾日，而家北京市公安局15號到17號，跟住20號到23號，即係分開幾日。北京市已經話交通管制同埋天安門即係最中心嗰個附近啦，中南海嗰個附近，其實已經係戒嚴嘅，即係所有嘅區可能就係封咗
唔可以進入，有特殊證件嘅人先至可以進入。呢個係北京市嘅公安局而家嘅呢個問題嚇，即係話你知道可能我哋大家都知嘅，中國尤其有皇帝，有呢個獨裁者，有個最高權力。當佢嘅身體有問題嘅時候，佢身邊嘅官員通常會點做呢？通常會喺首都戒嚴、皇宮戒嚴啊，即係最好係隱瞞啊！即係另外發生嘅比較多嘅就係隱瞞呢個皇帝嘅病嘅問題啊，因為下邊你知道一個你嘅頭如果出問題，下邊嗰個權力嘅權即係比較大臣啊，同埋下邊可能係可以繼承嘅最高位呢幾個人咧，就會各自諗辦法嚇，即係會好多，即係會發生好多嘢啦。咁呢個喺秦始皇啊，到後尾呢個其他嘅呢個明朝嘅皇帝啊，即係全部都會發生同樣嘅問題。所以呢樣嘢咧，中國人絕對唔會話呢個唔知，即係好陌生啊，係咪？因為類似嘅嘢會發生，所以呢樣嘢即係我哋睇到傳說呢個301醫院又好，呢個專家又好，呢個戒嚴又好。咁當然有朋友話係9月3號有個大閱兵啊，所以而家喺度戒嚴啊，因為8月9號、10號已經戒嚴戒過一次㗎啦，已經戒嚴一次。我其實有問嘅啲朋友啊，啲朋友話以前嘅戒嚴啊，即係北京有個大閱兵啊，或者有咩大嘅活動，通常都係提前24小時先至開始交通管制。咁今年咧已經有一次啦，9月10號8月9號、10號已經有一次，15號到17號第二次，跟住就25號又嚟一次。哇！使唔使咁緊張？搞到咁3次即係全部啲人入北京要入呢某一啲區一定要特別嘅啲證件先至可以入。咁當然呢個時間之所以話好敏感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北大河2號起碼我哋知道正式已經開始嘅，通常係2個星期，咁去到8月16號到即係星期一，其實可能就係結束嘅，星期一結束。咁呢個時間點北京即係會好敏感北京到呢個秦皇島呢一大地方好敏感但係呢個敏感咧，如果喺平時，如果係權力即係北京冇乜，即係比較穩定嘅政局比較穩定嗰時，當然就冇咁敏感啦。而家特別敏感啦，係咪？而家係傳說太多。我哋知道北京嘅好多官場好多高官而家換人最深嘅大家都知我前幾日同大家講過劉建超就係中聯部嘅呢個部長啦。中聯部其實係中國共產黨裏邊嘅黨管嘅一個間諜組織嚟嘅，一個情報一個特務組織嚟嘅。所以而家好大件事即係出咗問題。而家軍方都出咗問題我哋之前又有同大家講過。所以而家呢個時候，第一政局權力喺度變化緊，第二北大河會確定四中全會會有一啲咩妥協，大家要傾數講數講好。跟住咧四中全會3個月之後，即係其實已經冇3個月啦，2個月你因為而家已經8月中啦去到10月中到2個月之後就要開，就決定21大。之前咧好多消息傳出嚟，就係習近平點解喺中共21大唔會連任？最重要嘅問題都唔係權力鬥爭嘅問題，最重要嘅問題
就係佢身體唔得，佢嘅健康係完全支撐唔到，佢可以再做5年嘅，係完全冇乜可能嘅。所以咧呢個就變成一個最大嘅變數啦。所以而家係咪入咗醫院？所以呢個傳出嚟咧，當然就係好嚇你啊，好嚇你。咁啊，而家究竟係唔係咧？咁啊，我哋當然要同大家一齊睇落去。另外都有相關嘅2個消息，都比較有意思嘅，咁樣同大家講下。第一個咧就係大家唔知記唔記得英國有一個叫做 Park，係一個預言家嚟嘅，係一個即係比較神秘啊。佢成日都講啊，講一啲會發生一啲乜嘢。佢7月頭7月10號到，佢自己做咗一個節目，就講到中國會發生嘅嘢。佢特別講到話中國會發生一個不流血嘅政變，不流血嘅政變。佢話而家已經開始啦。咁啊，由7月份開始係差唔多嘅時間，係咪？到呢個4中全會呢幾個月3個月期間，真係佢講得越嚟越似喎，即係講得越嚟越似。佢就話咧比較有意思，佢話係會有另外一個保守派嘅強硬人物上台，即係唔係話丁薛祥啊，或者咩團派啊，甚至係咩江派啊，可能係習近平派嘅一個下邊一個比較強硬嘅一個人物上台，即係呢個係呢個英國呢位即係預言家講嘅一個説話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咧都係幾有意思嘅，就係習近平嘅身體啊，真係如果唔好嘅話咧，呢個時間，因為14號、15號嘛，啱啱同另外一單新聞係交接喺埋一齊嘅，呢個就係澳洲嘅楊蘭欖嘅事件啦。因為我唔使講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喺呢個網上邊傳到七彩咁樣，係咪？傳到呢個楊蘭欖係究竟係邊個人物，係邊個？咁啊，大部分咧都係而家傳得越嚟越似嘅，就係話同習近平屋企嘅人，甚至同佢本人係有關。呢樣嘢咧，當然真唔真我哋唔知，我哋只係知道而家傳得好犀利。對於呢個習近平包括佢嘅家族嚟講咧，呢個係好被動嘅一件事。原因好簡單，你冇得出嚟辟謠。你話呢個唔係我嘅女，係有冇人信你啊？你話我從嚟冇瞓過其他女人，你有冇人信你咧？係嘛？而家即係好難辟謠嘅呢樣嘢。所以即係中共唯一嘅辦法就係完全唔講呢樣嘢，當佢冇發生。但係習近平病重入醫院啱啱好就係呢一段時間，因為呢個尤其咧14號呢個楊蘭欖喺澳洲開庭即係第一次，唔係開庭因為傳訊呢個傳第一次。咁嗰個時間啱啱好，可能好多朋友都關心呢個楊蘭欖呢一件事啦。因為我做其他節目咧，就同當時喺法庭嗰度嘅人有連線，即係問佢當時發生乜嘢啦。佢即係都會同大家講，呢個楊蘭欖當時冇去到澳洲嘅東區法庭去應訊嘅，但係嗰個咧應該叫做庭，即係開庭之前嘅一個傳訊嘅一個會，一個庭嚟嘅，即係唔係正式嘅審判，唔係正式嘅法庭開始庭審嘅，唔係嘅。所以當日咧去咗幾百人去旁聽，去逼到嗰個法院滿晒。嗰間法院咧之前係講喺一間法庭嗰度啦，跟住我話嗰度咧係要裝修，唔係裝修，即係話有危險發生咩事漏水，即係換咗另外一個地方
換咗另外一個隔離嘅一個地方，咁啊好多人去啊，據說起碼300幾人。而我問咗當時去咗嘅人，佢話300幾人有80%係中國人，而且主要都唔係中國嘅媒體，而係中國嘅留學生。咁啊比較有意思，即係當然啦，呢啲朋友就去問嗰啲中國留學生啦，你做咩啊？你過嚟，你點解關心？所有人都關心呢個楊蘭蘭究竟係邊個？佢邊度嚟嘅咁多錢？佢究竟係邊一方嘅神啊？神聖係乜嘢背景啊？大家都即係想知道。咁啊，當然啊，最後咧就呢個人，因為楊蘭蘭啦，根本就冇出到庭。咁啊，而家咧就係可以同大家講嘅，當時咧係法庭嘅 register。就係呢個書記官啊，即係法庭嘅書記。咁啊，當時咧就通過一個視頻啊，同呢個楊蘭蘭嘅一個律師係姓余嘅。呢個姓余嘅其實年紀唔大，係中國大陸啊去澳洲留學考咗個律師牌嘅一個人啊。首先係同佢見面。啊，即係雙方咧就確認你係邊個啊？你係咩律師啊？你有咩資格啊？跟住法庭呢邊咧，究竟係法官啦，定係呢個書記官啦？嚇咁啊，好啦，雙方講完之後，咁就問啊，楊蘭蘭喺唔喺度？咁啊，楊蘭蘭咧就喺呢個姓余嘅律師嘅後邊閃出嚟，咁咧就話佢喺度，戴住一頂帽嚇，就即係壓得好低。咁就大概3-5秒鐘啊，佢喺度啊，咁就退咗去一邊啦。咁啊，繼續由呢個姓余嘅律師嚟講，姓余嘅律師咧就話：我哋請到嘅另外一個律師，而家即刻會入嚟。咁啊，過咗大概未到1分鐘啊，佢真正嘅辯護律師就出嚟啦，係一個白人，係一個澳洲人嚟嘅，啊就記唔到佢嘅名，但係嗰個律師咧入嚟之後就話：啊，我哋而家仲未就係唔係認罪，係唔係即係點樣係認唔認罪呢個問題咧，會做最後嘅決定，所以我哋需要呢個再延期。咁啊，而家咁啊，法庭嗰邊就問呢個控方啦，即係警方嗰邊啊，你同唔同意？警方就同意啦，冇意見啦嚇，就變成呢個9月20幾號，好似9月25號啊，就會延期到9月25號。咁啊，雙方就同意喺9月25號再次出庭。咁啊，呢個出庭咧，都係一個唔會親自上庭嘅，都係通過視頻嚟上庭嘅。呢個當時我即係去到現場，呢個朋友就話咧，睇起嚟雙方係已經喺後邊經過溝通嘅，即係法庭、警方同埋呢個被告呢個楊蘭蘭嘅律師團隊係已經講好咗啦。講好咗咧，就係大家即係一睇嗰個根本都冇任何嘅爭議嚇，所以就繼續延期，延到呢個9月25號啊。而家大概係咁樣。咁啊，呢個除咗呢個姓余嘅律師同埋呢個澳洲嘅一個律師之外咧，佢喺庭上邊都有另外一個代表楊蘭蘭嘅另外一個律師坐喺度，即係辯方嘅律師。都有一位即係親身去法庭嗰度一個律師，但係佢咧就等於冇講任何嘢嘅，冇講任何嘢。所以佢呢個楊蘭蘭啊，而家我哋知道起碼有3個律師，而且據説去到即係佢請嘅嗰個白人嘅即係澳洲嗰個律師咧，係一個好有經驗、好有名嘅一個律師嚟嘅。咁啊，究竟係點回事啊？當然冇人知啊。但係呢一件事咧，即係會唔會就咁玩完？
唔會嘅，當然唔會啦，係咪？網上邊就傳出嚟嘅話，公安部已經有人講喺中國大陸，如果邊個查佢淫辱搜索呢個楊蘭蘭啊，而家一定當客，一定會公安部一定要揾佢麻煩。呢個係內部講嘅一句説話，就係絕對唔俾人炒嘅。咁但係非常有意思嘅係，但係中國有3個網頁都係即係網媒都係好詳細嘅介紹咗呢一場官司嘅。當然佢唔會講呢個楊蘭蘭同邊個有關嗰啲就唔會講，佢就講楊蘭蘭呢一單案，即係交通意外係咩回事，車係咩回事，住嘅地方係咩回事，幾時想停當時發生乜嘢，即係講得都好客觀啦，係咪？呢個係比較奇怪嘅，因為如果係呢個人物好敏感、好敏感中國嘅官媒可能都唔敢去報導，但係有一個可能性，中宣部冇出聲，中宣部冇正式嘅文件，冇正式嘅宣傳呢個精神，就呢一單案係冇呢個具體嘅有文字嘅精神，可能全部都係下邊打招呼，冇搞呢樣嘢啦。因為如果你有一個精神出嚟，俾所有嘅媒體講出嚟嘅時候咧，呢個等於係進一步證實呢個楊蘭蘭係同而家中國政局係相關聯嘅，即係同某一啲嘅好敏感嘅政治人物係相關聯嘅。所以呢樣嘢咧係完全唔可以，即係而家唔可以，即係等於係越冚呢一件嘢就會越熱俾人哋炒到越嚟越熱嘅。所以而家官方表面上邊係冇做乜嘢，只係私下咧可能有一啲打啲招呼或者點。所以呢一件事當然都係楊蘭蘭呢一件事。所以而家網上邊就有人將楊蘭蘭呢一件事同習近平入醫院呢兩件事咧就連埋一齊。所以人哋就話啦，係嘛？我哋嘅皇帝最中意嘅仔，通常都係最細嗰個仔啦，係咪？如果係女咧，咁就當然最中意最細嗰個女，係咪？好似邊個金正恩咁樣，係嘛？當然，究竟係發生會喺北京而家究竟係乜回事？即係冇人知當然但係而家係局勢係極為敏感，呢個係所有人都知嘅，所有人都知。咁後邊我哋會同大家繼續觀察落去，好嘛？最近呢幾個月，感覺上會發生一啲大事。好，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咁多，好我哋下次咧再見多謝大家，拜拜。